在全球躺平运动中，美国已经是超越全球好几个版本。美国媒体平台上大量涌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老人不懂年轻人的苦。在美国，许多的老人都苛责当下的年轻人，就是无用废材，抗压能力低下，高分低能，只懂贪图享受，却不懂得付出。而指责当下年轻人的这批老人，在美国被称为战后婴儿世代，他们通常都出生在1946年至1970年。像我们的川建国同志就属于这个年代的人。在美联储发表的数据来看，战后婴儿世代跟千禧世代这不同时期的两代人，在一样的年纪的时候，战后婴儿世代的人会多出20%的净资产，也就是你上一辈的人和你同样在30岁时，普遍比你多赚20%的钱。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让两代人在赚钱上的体感截然不同。在美国战后婴儿世代的人可以说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同志签署了全国劳资关系法，让劳工可以合法组织工会，跟企业组织集体谈判，甚至是罢工，这些都会是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都能得到薪酬更高、更舒适的工作。到了1938年，美国更是推出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其中规定，如果一周工作超过44小时，雇主就必须给加班费。在这个期间，美国也建立了社会保障法，为了让民众在经济大萧条后依然能够对资本主义保持信心，同时提出了社会福利金的概念。这个概念要讲几个小时都难以讲清楚，而它其中的核心就是从过去面对经济危机时是每个人独立承担，而社会福利金的概念出来后，经济危机就分摊到全国所有人去承担。当然反过来也让全美国人民能够共同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所以在战后20年期间，让大量的美国人一跃成为中产。所有美国人睡觉都喊着资本主义好。一名经济史学家表示，在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整个社会氛围乐观到资本主义就是普世真理，它适用于任何国家。美国梦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打造出来的。吃饱喝足的美国人民也开始举行各种运动，例如举行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去污名化运动，总之哪里有不公，美国人民就到哪里搞运动。所以在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表示，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是一代被宠坏的小孩，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父母们是在吃尽苦头中走来的，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过着苦日子，为他们尽力打造更美好的生活，让这些孩子能够肆无忌惮地去追求美国梦。这也导致战后婴儿潮世代更为的自私，不在乎他人感受，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但是到了70年代后，资本主义就开始出现转变，美国政府跟资本家们开始提倡个人责任运动，要让个人去承担自己的未来，无论失败与成功。总之就是要杜绝懒汉。当时的里根政府也在大力抨击社会福利制度，说拿失业救济金的穷人都是福利女王，是美国蛀虫，数百万的美国人成了被国家圈养的人，严重依赖国家福利，导致他们失去了尊严与机会，让无数本来就贫穷的人不愿意劳作，只想吃低保，反而助长了贫穷。所以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决定将这些人重新放入自由市场，让自由市场对他们重新教育。同时美国政府开始给富人们减税，打压工会势力，取消以往各种政府本该为民众承担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大转移的话术竟然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后，黑人和女人开始大量进入职场，导致工作环境竞争激烈，这让战后婴儿潮出身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们感到十足的压力。想要保住自己阶级的位置，所以就要阻止其他人去享受福利，避免中产阶级的位置被抢夺。所以大量的中产都给里根政府投票，让里根成功得到总统宝座。而在这个时期，退休金的概念开始转变，原本是你长期为公司赚钱，所以公司的盈利应该要在员工退休后给予员工们更多的福利保障，而不是把盈利都给了股东与 CEO。然而到了1980年代，风险大转移后，这种退休金制度被资本家打击，资本家开始给工人们灌输洗脑话术，建议工人们提早规划退休生活。如果你负担不起退休生活，那是你自己不懂得理财和储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在1980年代前，美国有 46% 的劳工能够得到退休金的保障，可是到了2020年，只有 15% 的劳工可以享受到退休金。资本家们非常完美地解决了一个风险大转移，然而这对资本家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过去，一个员工入职，员工的技能培训原本就是企业的责任，在入职后，企业有责任进行职前培训，各类的企业也会提供各种高额奖学金，投入到高校来培养企业未来所需要的人才。但是在风险大转移之后，培训变成了个人责任。作为个人，你要自己花钱读大学，考各种相关职业证件，在完成这些之后，你才有资格进入企业。这在80年代以前的美国人看来是十分奇怪的现象。明明这些训练最终获益者是公司，却要自己花钱，公司反而不需要花1分钱。所以导致无数的底层人还没参加工作，就先背上一身的助学贷款，而且各种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挑剔。企业的要求是要会做原子弹，可是实际工作就是做支圆珠笔。再加上80年代前进入中产的阶级，为了世世代代保住中产的阶级，开始疯狂的给下一代卷教育，
总之，各种补习、才艺学习、夏令营、天才洗脑课程，在美国的80、90年代如雨露春笋般生长。然而，到了千禧年之后，许多底层阶级的家长们也看了许多所谓精英教育的书籍，看到了许多别人家的孩子，原来就是从小赢在起跑线上。于是，美国在鸡娃的路上是越走越远。而资本家们对于这种现象也是十分欢喜，因为这些韭菜们只要越卷，企业的培养成本就越低。而且在过去许多的美国企业都是直接给员工们安排住宅，所以在美国有许多的公司镇，就是整个小镇都是一家企业的员工。然而他们为了更好拿捏韭菜们，在住房上也进行了风险转移，让工人们贷款买他们房子，工人们要还贷款就必须持续工作。从这之后，美国人的一生就基本被资本家们安排好，从小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获得一份好工作，未来能够住好的房子，过上好的生活。要过上好生活，就必须持续为企业创造价值。大量的美国人再也感觉不到企业与国家的发展与个人命运绑定的体感，反而觉得美国变得再好，跟我们这些牛马毫无关系。到了千禧年后，躺平热潮在美国逐渐升起，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多强烈。资本家为了急速扭转风向，开始提出一个新的工作观念，去做你热爱的工作。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And don't settle. 从这个时候开始，无数牛马涌入社会，开始寻找自己热爱的工作。资本家会告诉你，只要热爱就能克服万难，其中就包括薪资低、工作时间拉长。所以在千禧年初期，许多的美国年轻人为了热爱，开始疯狂996，加班在这个时期成为热血青年的标配。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是在说，今天我又多热爱工作了5个小时。甚至许多年轻人以曾经为了公司连续熬夜加班几个月的战绩作为人生的骄傲。一旦有人不想加班，就会被视为异类，是一条没有梦想的咸鱼，甚至形成了一个极为扭曲的职场观念。当员工向公司提出加薪要求时，你的老板会说，你目光太短浅，没有远大理想，没有格局，热爱是要当饭吃的。 You know why kids love athletes? How? Because they screw lingerie models. No, that's why we love athletes. Kids love athletes because they follow their dreams. How much did they first pay you to give up on your dreams? $27 grand a year. And when were you going to stop and come back and do what makes you happy? 所以在千禧年初期，可以说是美国资本家的狂喜年份。然而，一直到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几百家银行倒闭，无数年轻人房贷断供，美国房地产市场暴雷，牛马们在热爱工作的谎言里觉醒，逐渐看清了自己的一生其实是被做局。从上大学就开始贷款，长大后又背上房贷，结婚后又要养育子女，一层层下来，最终受益者就是资本家们。于是开始了牛马们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的3不原则。而在这个时期，美国的二手经济急速爆发，各类二手产品成为了年轻人的首要选择。许多的年轻人选择搬离大城市，到郊外租金便宜的地方，选择低成本的生活，在美国称为半原始高科技生活。甚至许多联邦雇员主动申请降职，到了2020年，光1年时间就有8.7万人要求降职，给自己减轻压力。热爱工作已经成为浮云，此时的美国人更多的是想享受生活。很多的年轻人都去选择兼职或者做临时工，做1天休息1周那种躺平生活，也开始了反高等教育浪潮，拒绝进行助学贷款，各种蓝领专科学校人员暴增，甚至很多上了大学也借了助学贷款的人，主打一个只撸贷款不还债的操作，尽量在有生之年能撸多少是多少。